你还好吗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起开！会不会开车？会不会开车？不会开车你就别开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正好在视野盲区，没注意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就完事儿了。我陪你辆新车吧，多少钱啊？啥意思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解决的。我看你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你？是你自己开车没长眼睛。你有没有社会安全意识？有没有公德心啊？交规学过没？驾照怎么考的你？啊？哎你找交警解决吧，我没工夫跟你吵。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江湖，你干什么？你下来！这荷尔蒙跟武力值能不能像个女人啊？那你的所作所为得先像个男人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说吧。什么叫我想怎样？是你想怎样？我是招你惹你，还是上辈子挖你家祖坟了？你挡我的路，撞我的人，抢我的地，现在还要逼我搬厂子。这个厂房原本就是属于我爸爸的。先喝口水吧，消消气。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歇斯底里，像个疯子一样。让你看笑话了，对不起。消气啦，冷静啦。我劝你，好好考虑一下我上次给你的建议，把工人全部开了，找代加工厂，在那块地皮上继续耗下去，真的没有任何意义。喂，小沈。哎，你赶紧回家一趟啊！怎么了？你妈病倒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被你给气的吧？赶紧啊！好，我马上过来。
我都差点忘了，你也是这里的会员。这地方的东西都不适合你，你还是回到适合你的地方去。事情不是靠合不合适来判定，而是我想不想做。所以呢？我想租下腾越的地皮。你今天真是屡次让我感到意外。K32的价格和远峰还没有谈拢吧？或者他们本身的资金有限，需要一个中间商来代持，这个时间肯定不会很长。不如趁着这个时间差，把腾越租给我，你还能挣点租金。腾越目前1年的租金，应该不在江小姐你可调动的资金范围内。是，我现在手里是没钱，可是只要你把腾越租给我，腾越就可以恢复生产了呀。1年。你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可以按照银行利率最高的金融产品，把租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。江湖，我脑门上是不是写着3个字啊？冤大头吗？你还算明白啊？我明白啊，谁做冤大头，你徐思绝对不可能是冤大头。算我求你。请别说这样的话，做这样的事，这不符合你我的人设。人设？你我什么人设？就像你骂我的那样，我可以卑鄙，但你不能随便。挺有自知之明。江湖，你现在做的这些事，不管是跟着我，还是做腾越，真的都不太适合你。你不相信我？徐思，我现在是很郑重的在跟你说这些事情，我承诺的一定会兑现。而且腾越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，腾越在整个80年代是国内运动鞋品类的销售榜首。
你也说了，那是上世纪80年代。江湖，我也极其郑重且真诚地建议你，退掉 C Club 的会员卡，你可以拿到一笔非常可观的会员费，这个比较容易实现。你好好冷静地思考思考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把时间花在腾越搬家上 ，OK？前天开会，昨天开会，今天又开会，你觉得我能信吗？看我脸上是不是写了好骗2个字？你编个理由能不能走点心？有点心啊，饿了，你吃这个，这香橙的特别好吃。不吃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徐总今天去哪里开会了呀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好的，谢谢谢谢，我现在就过去啊，谢谢你啊。说什么就谢谢啊？你和他说了啊？谁让你和他说徐总去TT的？什么 TT 啊？你说的我没说过。我就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请了一位这么金贵的车模？我在这等了你整整1天。江小姐，自从你放弃了高跟鞋，改穿运动鞋，高度没了，幽默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少跟人说风凉话。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找到这个地方来。行了，江小姐，天气挺凉的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徐四，我是真心想租厂房。你是真心在开国际玩笑。我已经工作1天了，太累了。没关系，这样，明天早上我早一点去公司找你，我就要15分钟就行，好吗？明天我要去外地开1天会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这个会没个10天半个月开不下来。明天我继续去公司等你，等到你愿意和我谈生意为止。你和江湖之前就认识吧？我们曾经是初中兼高中同学，但你们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啊。我跟他不太合得来。
我听说他之前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法语，这是真的吗？这都不算什么。他以前为了完成手工课的作业，没有让任何人帮助，最后还把手扎成了筛子，然后还发了炎，划了血泡，治了很久才好。对自己够狠，是他的风格。你们俩关系很普通，但你对他倒是挺了解的嘛。爸爸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？高总，不看生面看福面，自由棋是你养父江其胜一手创办的。张总，现在百货行业集体下行，像丽都这种旧牌改造的商场压力会更大。一楼临街入驻的这些品牌，也代表了我们商场的品味和形象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自由棋没有资格做你们丽都的帮铺？把自由棋调换到2楼的休闲服饰区，对你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，租金更少，目标客户更集中。我想，应该你能算得清楚。高总真是掐世纪，吃定我们1楼租约到期，你们不续约，我们也没辙。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，告辞。哎，江湖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江湖心里肯定还是放不下自由棋。这样吧，我们自由棋给高总面子，搬到2楼，但你也得给江湖个面子，让我们在中庭搞几次活动。张文善，你可以再无耻一点。活动的事情，直接跟我们市场部聊。一言为定。好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兄妹慢慢聊吧。江湖，混蛋！喂，江小姐，我是宝兴的吴光磊，想请你现在来一下宝兴。哦，好，好，马上来。
江湖，给我笑，给我笑。江小姐，这次让你来的话，主要是把这个给你。这是我们的律师函，如果在最后期限，腾越还没搬离的话，我们不得已会采用法律措施进行后面的工作。我们徐总已经交代过了，到最后期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推土机都会开启腾越厂。可算是把这个大小姐给哄回去了。这大小姐就是大小姐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毛病那都是天生的。我跟你说，幸好没在咱们楼上出事儿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冷酷无情呢？我不是近墨者黑吗？你这是去博记买一份港奶。现在啊？现在。你信不信有神？我就是神。徐总，敲门，敲门。徐思，你们法务合同拟完了吗？哎，吴先生，你等一下，一会儿我跟徐思签约的时候，麻烦你帮我拍张照，留念。江湖，法务条款是很细致的工作，一时半会儿拟不完的。可你提的条件我都已经完成了。原来早有预谋，江湖啊，你可以啊，演技太好了，跟上次一样，完全看不出差别。当然没有差别。这么说来，你上次跳楼也是假的了？一直以来都是你自以为是。就是啊，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是耍花枪。只要我卖出2万双鞋，你就会按我提的条件把厂房租给我。这是你的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但是让你舅舅裴志远直接买了2万双鞋，对我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？明明我才是被骗的那个。给你看个东西。
我没骗你，我徐思今天说过的话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要你把厂里2万双鞋卖了，我就把厂房租给你。那你把这些签进合同里吗？我下去就让法务拟好合同，行不行？你先过来啊，过来，来。这谁拍的？心也太黑了，把我拍得这么狰狞。是那些围观群众吧？你想的也太周全了。和徐老板谈生意，我怎么敢不把每件事情都想周全呢？我要是不同意，你就会把这些视频上传到网上。这样一来，我的名誉就会受损。我的名誉一受损，宝兴的名誉也会跟着受损，还会影响到宝兴投资的其他项目。你制造了一场非常狗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，等着我入瓮来公关。江火，不对，江大小姐，你也太会不择手段了。我说过，我别无选择，别无选择之下，我就只有一个手段。想发就发吧。你不在乎？一个视频够不够？我手机里面还有别的自拍，身材不错的可多了。哎，你不是加了我微信吗？回头我一起发给你，双管齐下，更容易出圈。你让我觉得我的威胁就像个笑话。你说对了一半。我确实非常讨厌被别人威胁，而且只要你妥协了一次，就会变成习惯。至于另一半呢？我承认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但方法太蠢了。腾越那块地目前每年租金150来万，2年差不多300万，但是需要押1付3。为什么？租厂房，预付1年租金都是很贵的。为什么你又愿意回到谈判桌前？虽然我很讨厌被威胁，但是很明显，主动权还是在我手上。许思，我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理由，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难处。到了这个份上，你再跟我提这些条件，真的很没意思。租金上，我愿意以4大行的理财基金最高利率为标准，再翻个倍承诺给你，只要你肯让我年底兑付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全都签进合同。你这样谈生意是很无赖的。无赖是因为走投无路。那我要是不愿意呢？我现在是在求你。好吧，
你提的虽然不是什么高利贷，但是仅凭你的空口白话，让我没有办法相信，1、2年后能从你管理的腾越里面收到钱。我需要一个证明你是否可靠的依据。那你说，我要怎么做，你才会对我有点信心？给我一个复兴腾越的方案出来，我们再来谈。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好谈吗？这次我们谁也不耍花枪，好好谈。化妆技术不错，尤其是手速。还真没想到，你真答应他了。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啊，你从来不受威胁的啊。咱要拒绝他，有100个理由。江湖这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冒险精神，大概是江其胜的真传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啊。给他个机会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你是朝阳吗？你是啊，我们不认识。不过我看过你拍的那些视频，我觉得太有范儿了，比广告好看多了。我每期都看。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特意去买了你手绘的那款包，不过感觉这个月可能要吃土了。谢谢你。不过我要去上班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呢，我遇到你真的是太幸运了，我能跟朋友吹1个月的牛了，你真的是太棒了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出新的手作呀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那朝阳你要加油啊，我会关注你的新的作品的，我会一直努力关注你的。拜拜，谢谢你，努力工作哟。拜拜拜拜。要加油要加油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夸起来了呀？短短几天，朝阳的粉丝量暴增到100万。那还不是宋总的功劳，让品牌方认领了朝阳的视频。主要是朝阳的定位也很准确。朝阳，就说听我的准没错吧？谢谢宋总。和朝阳直播合作的品牌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已经有18个品牌跟我们联系了，其中呢有3家美妆是我们的老客户。这是和陶小莹、阿南经常合作的微商品牌吧？是啊，他们很有诚意，为我们新人捧场。他们的品牌调性不适合朝阳的定位。这3家是国内知名品牌，只是报价很不同。现在这个阶段，重要的是合作方，而不是价格，要强调人设和品牌调性的关联度。丽都百货，我选丽都。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其实很简单，朝阳的视频定位很清晰，露出的品牌调性也很统一。被品牌认领之后啊，转化的效果会非常好，符合我们丽都转型之后年轻化的轻奢休闲定位。另外，如果从视频的传播维度来看，他的视频 ，TT 在用所有的资源推他，如果跟他合作，就等于合作上了 TT 旗下1大半的网红。不过 TT 那边还没给我们回复。放心吧，他们会答应的。就选丽都。丽都这2年业绩惨淡，都已经关了2、3家店了吧？
你最近有去过丽都吗？丽都的招商格局太杂了，没什么特色，每次去都找不到要买的东西，也买不到什么东西。3个月前，丽都从香港总部调来了一个管市场和招商的副总。他到任丽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调整了招商格局，引入了当下很火的国内外潮牌。啊，我昨天去过了，还以为走错了地方，没想到重装之后居然那么多人。对，这应该只是丽都的序幕。向朝阳跟丽都合作，可以间接的与丽都的品牌产生自然关联。这种1+1大于2的效果，有哪个品牌能达到？徐总，你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还是想破镜重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？我自认为我自己没那么讨厌，那我只能解释为你想引起我的注意，对我还有想法。我只是纠正你在工作上的错误。你就不能在下属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吗？毕竟我们之前有过一段感情，这都不能让你差别对待一下吗？如果你还想 TT 继续走下去，未来能上市，你就必须更加专业一点。徐思，就你这情商，我祝你单身快乐。前方再危险也要飞，勇敢的人才能够体会，自由到底是何种滋味。美，做自己的模样才美，哪怕身躯都已经枯萎，全世界都与我敌对，张开了翅膀。命运无力彷徨，无视黑暗，奔向浩瀚无垠的远方。光阴擦过星光点。你们90后都不记得腾越了？腾越是我们70后华谊刻骨铭心的人。哪里可以买到腾越啊？腾越是我们70后的华谊刻骨铭心的人。这样的爱情真美。那个年代的品牌真是好啊！永不妥协，选后退，为实现愿望，梦境中徜徉。妈，你看。哎呀，腾越呀！你上班了，是该给自己买双好鞋了啊！不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哎呀，给我买的呀！哎呀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方圆，妈，你没看错，这就是你当年的偶像方圆。哎呦，哎呦，妈的好孩子。飞，前方再危险也要飞，勇敢的人才能够体会，自由到底是何种滋味。美，做自己的模样才美，哪怕身躯都已经枯萎，全世界都与我敌对，张开了翅膀，对抗命运无力彷徨。还得是人家腾越的鞋，这做工自然又好又耐穿。10年前，腾越鞋也是我的整个青春。肆意生长，小小的愿望，哪怕危险层层包围，永不妥协，选后退，为实现愿望，梦境中徜徉。
心仍指引着我，没人能阻挡我。呐喊着喧哗落寞，义无反顾往前走，信仰指引着我，胜利向我招手，守护内心是我。这几十号人口每个月都要发工资，还有啊，这一年的场租得上百万，只出不进，这哪是机会啊？这就是一个坑啊，一个无底的坑。还可以吗？哦，挺好的。哦，好，谢谢舅舅。喜欢就好。啊，这事我知道了。你跟我说的什么呀？这老头子太难搞了，根本跟你说的就不一样啊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我是宝兴投资的徐思，来找叶广宁谈谈。你有提前约好？约了。你们这些投资人都冷静冷静吧！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，不云霞不卖，再来烦我，轻饶不了你们。哟，衣服怎么了？给我找个电吹风来。徐思，你能不能给我捂？哟，两个人品味挺相同啊。闭嘴吧你！哎，徐思，哎，你这是一大早又换了张皮去见创始人啦？怎么不太顺利？你看起来很开心啊。哎，别不开心，人生嘛，总归是要经历起起伏伏。凡事看开点，是我最近的心得。哼，那我的心得是我今天都排满了，你也看开点。喂，徐思，都和你说了，我们徐总今天排满了啊。第一次现在气成这样，看来你们这行的闭门羹吃的也不少。嗨，毕竟是服务行业嘛，吃点顾客的闭门羹应该的。好吧。我可以包含他今天的态度。哎呦，江小姐，都和你说了。我知道他今天都排满了，我等他下班后的时间。你放心，我就乖乖坐在这里，不会打搅任何人。OK。自闭。你好，你好，可以给我一张徐总的名片吗？啊，好的。你拿好，谢谢。
到那个方案啊。接得不错。徐总，您终于忙完了。徐总，您这才过了10几个小时，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客气，让我有点不太习惯呢？说实话，我也在习惯中。又受什么刺激了？我只是在等您的过程中思考了很多。哦，对了，您今天没事吧？你该不会是想关心我，所以才等到这么晚的吧？我只是觉得您也有不容易的时候，应该多体谅体谅您。正如您所说，成年人的社交是互惠互利的。你倒是把我的话记得很清楚，那怎么互惠互利呢？这么晚了，我估计您的脑子已经算不清楚，也跟我谈不清楚了。您能不能明天给我一点点时间？我知道您贵人事忙，日程都排到了半个月之后，我只需要你明天下午2个会议中间的空档时间。方案我已经发到了您的工作邮箱。你知道我的邮箱？问前台小姐姐要的。看来你这一天没有白做，打探到不少消息。您不是也说了吗？兵贵神速，那时间就现在吧，已经是明天了。快点儿！腾越创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。热销在抗日时期的国货运动中，品牌历经近100年，它的辉煌深深地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印象里。回忆起腾越，都是满满的骄傲。腾越是属于时代的象征，也承载了我们儿时的梦想。截止到今天，这条帖子的总评论是1568条，网友们上传的腾越鞋的照片也都超过了100张，而且被18个粉丝量在20万以上的 KOL 传到了抖音、微博还有小红书。这证明了腾越并没有因为10几年的产品空缺而无人问津，同时也证明了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者是抹杀自己的青春。这就是我想复兴腾越的原因，我可以让腾越在明天飞起来。您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如果你是甲方，你会花多少钱买你的方案？倾我所有。倾你所有？你的所有本来就没有多少钱。看来你对我的方案不是很满意。方案可以做得花哨，但是品牌营销靠的是落地执行。腾越的品牌方案里，没有团队，没有渠道，甚至都算不上有产品。所以我需要厂房，需要时间，能够让我拓渠道、组团队、做产品。哪里的团队？什么样的渠道？怎样的产品？腾越到现在都还留着有几10年生产经验的老工人。曾经的自由旗集团有着30年的行业管理经验和设计团队。
把你的团队定下来，可以。卖掉库存2万双鞋，1个月之内。笑什么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执着于那2万双鞋，怎么，后悔了？不想把厂房租给我？正是因为我在认真的和你谈，所以才会要求你正正经经的卖掉那些鞋，让我实实在在的看到腾越的销售渠道，而不是那些花哨的纸上谈兵。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金钱，而是时间。就凭我此时此刻愿意在这里陪你消耗时间，你就不应该质疑我的诚意。这是最后一关吗？最后的。你谁啊？杜老板你好，我是江湖。你打错了吧？我是刚接手腾越的江湖。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您需不需要我再给您补点货过去？不用了，我这5年前的货都还没卖完呢。等卖完了，我就跟腾越 say goodbye 了。来。方叔叔，我是江湖是这样的，我这不是刚接手腾越嘛，想约您出来聊聊。我现在正在开会呢。方叔叔。这个人不能花掉，他是个大人物，他拔根毛就够我们吃饱了，知道吧？而且也只有他有这个实力，能够在1个月之内帮你把那2万双鞋子给销出去。你不要放弃，盯牢他。可是他连应付我都懒得应付。先吃饭，吃完饭有力气再想办法。来。看你那个嫌弃那个样子，这已经算特制的了。当然这跟你们家以前那个阿姨做的那个比起来，当然是差多了。你就将就点吧。来。工人们就吃这个吗？不，工人们吃的是饭多菜少。就这个品相，你还给工人们限量？
哎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这一个月500块的伙食费，那想吃什么？再说他们也没干活，能够有一口饭吃，不错啦。可是，别可是了啊！哎，你现在该操心的就是那2万双鞋，该怎么销出去？那吃点，想办法。舅舅，你出面帮我约任冰、岳山、周春红、樊川、蒋胜全、黄思琪还有何必出来吃个饭，就约 C Club。你把自由汽车市场部、销售部、采购部、总设计师，还有大局经理这些头约起来干什么？他们大部分可都是张文祥的人啊。试试看，给腾越招兵买马。哼，哎呦，买马你买不起的你。他们以前在你爸那一年拿多少年薪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负担得起吗？再说了，啊，有钱的张文善跟没钱的你，他们眼睛瞎，这明摆在那儿的。我知道，他难看嘛，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？行，你要试，你就试吧，啊。但是你也不用到那么贵的地方去。